会记起赞、搁起订阅，先刷介绍给你所有的朋友哦。大家好，我是美食水芊芊。看到桌上这一堆食物，是不是想说今天就是要开箱什么摸不着头绪？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要走在时髦的最前线，现场有非常多各种流行的组合啊，那些组合我是。有一些看起来很好吃啊，有一些我是不太确定啦。但是呢，因为身为一个美食水水，这实验家的精神要有，所以今天就带大家来开箱脆上流行的各种组合。我好紧张，老实说，我们就一起来开箱吧 ，Go！ 首先就是茶叶蛋加关东煮，再加关东煮酱，然后甚至连 7-Eleven 的小编都在下面留言说，我现在的心情有点复杂，介于想生气跟想试吃之间，然后。也有人说，带着你的厨余滚出这个世界。我有点不是很理解，因为其实我觉得拉烂的蛋黄其实跟什么都很搭。大家还记得我之前不是有一整天都只吃肉的，有把那个蛋黄拉进去白饭里面，超级好吃。所以我个人其实是有点同意他的做法的，但是呢，没吃过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就先来实验看看。咚。等一下，这个。这样子之后呢，就要把关东煮的酱给它挤下去，就是有点把它当成酱那个概念。单吃一口，还行，蛮好吃的。他就推荐配猪血糕啊，你如果看到里面有其他东西，就是纯粹想吃，好吧，抱歉。好，这样。还不错呢。我先讲哦，你其实不一定要买猪血糕，单只有这样子把它拉烂加关东煮酱，它其实就很好吃。然后加猪血糕呢，就纯粹你在吃猪血糕沾关东煮酱，多了蛋黄的香气，其实也还行。蛋黄本身就有它那个在煮的那种茶叶的香气，所以它在配关东煮酱的时候，你就是觉得它味道就是很像腌制的蛋黄，可是又没那么咸。配饭好了啦，大家可以拿来配饭。吃完这个O23的关东煮正确吃法，我个人的心得就是，我觉得拉烂的蛋黄其实跟什么都搭，所以你不一定要这个组合，也不一定要配关东煮的酱啊，但也可以试，因为我觉得其实蛮下饭的。下一样，接下来呢是 Seven 的维也纳面包跟维也纳热狗，我刚刚有稍微把它加热了一下，然后它这篇文呢，我不确定它是不是最起始的那一篇文，它是先说大家有没有什么超商秘籍，先放上我的，然后他就丢了这个组合之后，下面的留言就说到底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也太好吃了吧。所以呢，我们就来试试看味道究竟是怎么样。这个呢已经先加热了，因为大家说加热会更赞。我觉得可能买cheese热狗会更搭，就是热狗的咸香，然后再配上那个维也纳面包那个糖奶油是还有点带脆脆颗粒的，我觉得有加分呢。这个好像比单买热狗面包又更搭，但是我觉得好像可以挤一些番茄酱，因为它这个味道我觉得挤番茄酱不会奇怪。不错哎。我以前学生时期大汉堡跟斯乐饼以前是我的标配，以前我们20镇上 7没有很多间，就会觉得哇，进去超商比较贵一点就很时髦。7的第一个收集的东西是那个 Hello Kitty，Hello Kitty， 然后哇那时候爆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集。维也纳面包搭上热狗，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我自己私心觉得蛮喜欢的，甜甜咸咸的，搭起来我觉得比原本搭热狗面包又更好吃，可是就差了一个味道，但不确定少哪一位。下面一位。一直要开补录这一段，因为我刚刚想到这个梗不能不分享。下一样就离奇了，下一样是玉米浓汤配上益美小泡芙。我一开始觉得有点神奇，但是仔细想想，是不是很常会有那种酥皮浓汤，它里面会尬奶油，所以其实我觉得好像又有那么一点点合理，不是邪教也不用贷款告我，我也不滚出地球，真的很搭。下面的留言说，美食可以接地气，但不可以接地府。它呢，就是把这个玉米浓汤加热之后，把小泡芙倒进去。那我们就先来加热它。来，微波好我们的玉米浓汤。我刚觉得有一件事很好笑，我想说这么多人留言，会不会有人试过？结果呢，我刚刚就从最新留言开始往上看起，大家都只有骂而已，没有人试我觉得超好笑。看着有点恶心。
是搭的要胡椒粉，因为现在甜度有点太高。因为原本喝就是味道的厚度会觉得稍微有点不够的那个玉米浓汤。你本来在喝的时候会觉得它的那个味道是比较就基本款的玉米浓汤，其实没什么厚度，就正常。所以它多加了酥皮里面那个奶油，就多了一个奶感。奶感之后你就觉得，味道好像有变得就是稍微贵一点点。你要让它稍微泡一下，而且我强烈推荐大家要捏碎它，因为不然你咬它里面其实有点没办法吸到。然后要记得备一个黑胡椒，不然没有姜后我觉得会有点腻。然后也不要跟我一样一次放太多，真的有点像酥皮浓汤好，吃完了玉米浓汤加一枚小泡芙，对我来说，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然后我觉得尝鲜可以，可是我自己不会想要再做第二次啊。但它不会难吃，就像我们青蛙说的，就是朋友想试会想要推荐他试试看。可是如果自己要吃，就觉得好像不用这样，像一样。接下来呢是洋芋片加上 cream cheese， 这个感觉就会好吃啊。有人说其实 cream cheese 加什么都好吃，这个我真的没有试过，我们就来试看。今天买的是这种厚切的，因为它配的都是牛排口味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各种牛排口味的洋芋片都可以。是不是它都用蛮厚，对不对？那我们也用厚一点，因为它真的就磨得这么的厚，这样就完成了，是不是超级简单？我同意那一位网友下面的留言 ，cream cheese 基本上加什么都好吃。洋芋片的咸咸甜甜带一点脆度的口感，配上 cream cheese 的那种比较浓郁的味道，合在一起就是刚刚好。但主要是 cream cheese 才好吃。可是我觉得 cream cheese 不要加那么多，因为裹太厚会没有洋芋片的味道。推，我觉得这方法可以试。下一样，来喽，各位。这一个呢是总统级的吃法，我不确定算不算总统级的吃法。这个呢是哈根达斯加上香菜 and sweet hot dog。这篇贴文它有8.8万的赞，5500个留言，是我们今天讨论度最高的。你知道为什么吗？蔡英文前总统在下面留言说：“我喜欢餐后来一点冰淇淋，我也喜欢香菜。”但香菜加冰淇淋，我不确定这是一个拥有社会共识的吃法。现在大家只要觉得，这食物感觉有点奇怪，就会有这个梗图出现，心里觉得这吃起来应该是合理的，但还是有一点不太相信它。我们试试看。哦呦，它掉出来，我昨天吃掉了。哎呦，真是的。大家当做没看到这字好不好？不然你们一定会觉得为什么要这样。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哆来咪嗦喽。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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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很好吃哎，真的很像夜市的那个润饼的那个花生冰淇淋，因为它的花生冰淇淋，因为它味道更多、更层次，然后花生的味也够重，又有颗粒感，配上香菜，很像升级版的润饼花生冰淇淋，但没有润饼，很好吃对不对？很好吃，很好吃哎！而且你单吃它很好吃，你不知道为什么加了香菜之后它有升级耶，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它很加分的是它里面花生的颗粒，增加口感，对不对？我拜托大家，真的一定要吃，大推！这个是我完全会想吃第二次的。所以如果你喜欢吃夜市的那种花生冰淇淋润饼啊，你一定要试试看这个味道。小女子斗胆的觉得可以成为一个这是有社会共识的吃法。下一样，接下来是黑木太太她分享的怎样简单煮出红豆汤圆。我看了之后非常的想尝试。首先呢，就要准备2支的益美的牛奶冰棒，然后跟益美的小汤圆。咚咚，对，就是这个声音。嗨，然后把它送去微波，然后再是这个加热水。哦，喷出来了！微波千万不要微波太久。通通微波完成了，然后呢，我现在先把小汤圆给捞起来。这个小汤圆煮的方式很方便哎，给大家看一下。热水泡完之后，不过它微波的时间自己要稍微抓一下。我刚大概微波了快2分钟左右，丢进去。那我们现在拉在一起之后，我们来吃看味道怎么样。你看这个看起来卖相是不是很好？很好吃。
我觉得里面可以再倒一些牛奶下去，或者是再加一点点的热水，因为冰棒冰冰的吃，你会觉得它甜度还好，可是当加热吃之后，那个甜度感觉会很明显。哇，黑木炭很厉害耶！大家如果想要那个汤圆再软一点，可以再煨久一点，但是我觉得有一点 Q 度也是不错。你平常啊想要吃汤圆又觉得煮汤底很麻烦的人，请一定要试试黑木炭的这个方法，好适合。里面如果是花生或者芝麻汤圆一定更棒。大家知道那种板德的花好月圆那个汤圆跟我们一般在煮的汤圆是不一样的汤圆吗？吃完了这个简易版的红豆汤圆，我跟大家说，大家真的可以试试看，因为我觉得既简单又快速可以。因为我刚刚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花不到5分钟就做完了？非常的简单，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试试看。不过就是要稍微加一些牛奶或加一些热水，让它甜度稍微降低一点点。下一样，推推。接下来的吃法呢，是我从去年一直看到今年，陆陆续续都还是有人推荐，就是我们的柿饼加上乌鱼子，再加上 cream cheese。据说这个吃法会让乌鱼子整个鱼生有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我们就来试试看。而且呢，我这支片有点可惜是年后才上，不知道大家家里面还有没有乌鱼子的库存呢？如果没有的话，没关系，我们现在试试看这味道究竟是不是好吃。如果好吃，大家再去买乌鱼子来试试看。走。别人的用起来那么漂亮，我们怎么像一颗手榴弹？砰！来了我们的 cream cheese， 加上我们的乌鱼子，再加上我们的柿饼，看看它究竟味道是怎么样。这样好吃多了。cream cheese 加乌鱼子，然后再加上柿饼，卖相看起来超好，很像一块蛋糕。乌鱼子放胆的下，因为呢柿饼的甜味跟有点那种粘稠感，它其实会稀释掉乌鱼子的咸味，整体吃起来你就会有一种淡雅的感觉，它其实有点像日本的那种甜点的感觉。如果你怕乌鱼子的味道很重的话，你一定要试这吃法，淡雅系。大家也可以试试看脆坚果，因为我们看到还有食谱是加脆的那个坚果，感觉也很棒，而且我觉得应该更加分。柿饼加乌鱼子，然后再加 cream cheese， 这个推推，我觉得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家里试试看，因为我自己蛮喜欢的。下一样，好吃。接下来这个组合，大家不要怀疑，你看到它就是杏鲍菇、黑糖、杏鲍菇加上奶茶。这位维尼同学，他说他的期末作业是杏鲍菇奶茶，就是把杏鲍菇切成丁状之后，用黑糖糖水煮一煮之后，再加入现成的奶茶。然后他的同学呢就说，我觉得它是珍珠，同时又有仙草，还蛮好喝的。菇味只会出现在最后，而且不会太突兀，整体80分。而且他说他会买，同学 B 讲的。同学 C 说比想象中美味，而且杏鲍菇吃起来不会有咸咸的感觉，杏鲍菇本来就不是咸的。下面的留言是说 It's good to drink， 这是一个 good idea， 咱您看买就知道，好不好？这个画面看起来不太对耶。我们的杏鲍菇终于煮到跟它照片差不多深度了，刚其实稍微煮了一下才有这个深度。来咯，我们杏鲍菇煮好，终于来到我们的最后一里路了，加进去我们的鲜奶茶。我先讲，我本身现在其实是有点紧张的。来咯。其实真的会有点珍珠的错觉，其实我觉得吃起来，可能因为我煮的时间够久，所以它杏鲍菇已经完全吸进去那黑糖的味道，
所以你吃的时候其实不会觉得有一股违和感，你会有点不知道它是什么，你会觉得它 QQ 软软的，可是呢，它也没有像大家说的会有仙草的感觉，有野果的口感，但没有野果的味道。它没有不好吃，可是它也没有好吃。我自己觉得尝鲜有趣，可以试试看，但我不会再回去做。可是我会推荐给朋友试试看，以一个不一样的心态。但是呢，由于他做包糕，喜欢的人还是蛮多的，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因为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嗨，我们的脆上热门吃法跟收集到一些网络上热门的吃法拍完的，我只能说有一些蛮有趣的，有一些蛮特别的，有一些真的好好吃。首先。这一定要拿出手机来看，你知道，因为有些组合搭配，你会没办法把它 link 在一起。首先是我私心很喜欢的哈根达斯浓脆花生酱配上香菜末。我跟你讲，单吃哈根达斯好吃，可是配上香菜末又是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试试看。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真的有蹦出新滋味的感觉，是下次买了之后还会想要再尝试的。再来是洋芋片加 cream cheese， 洋芋片加 cream cheese， 我觉得。不要真的加这么多，就是你稍微有洋芋片的咸香，然后也有 cream cheese 本身浓郁的味道，我觉得这样是最刚好的。再来的话，就是我私心还有觉得益美红豆牛奶冰棒跟红白小汤圆的微波，因为这个完全满足到我自己平常想要喝红豆汤圆，但是又有点懒得煮，因为基底有点难煮的时候，我觉得用这个方式快速5分钟就可以上桌了，我觉得非常的方便。再来的另外2个我都觉得要再加东西，因为单吃好像觉得少了点什么，不过我觉得这个组合搭配其实是加分的。维也纳面包加热狗，这个我觉得它少一点酸味，可是我觉得它的这个搭配是比原本加那个大汉堡面包还要好吃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再来的话是玉米浓汤加泡芙，这个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会推荐朋友试试看，然后我自己其实不会买第2次。然后再来的话是柿饼乌鱼子加上 cream cheese， 这个我推荐大家一定要试试看，因为我觉得蛮多人其实是不太喜欢乌鱼子的那种咸香味的，所以我觉得用这种方式会让乌鱼子的那个味道更加雅致，接受度也比较高。今天的影片就到这，不知道大家在网络上还有没有看到一些特殊吃法，觉得哇哦怎么会搭呢？我觉得大家真的要有实验精神试试看，因为呢我今天试完之后，其实有几个觉得意外的，觉得好像还可以耶。好，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还是先再次的祝大家新年快乐，因为新年刚过嘛，希望大家收假还顺利，然后身体健康。今天的影片就到这，大家拜拜。大家是益美小泡芙的哪一个口味派？因为我是巧克力，可是我以前其实是牛奶派，然后有一阵子吃一次之后就又转方向，就跟我以前很爱吃乖乖的椰子口味，但我后来又改成喜欢吃五香，最近又跑回去喜欢吃椰子，上个礼拜开始又喜欢吃炼乳口味的，到底想怎样？就一阵一阵的。